你还是真是能说大话，要救你就救我大哥吧，我们不需要你救。罗小凤指着楚风说道，你到底随不随我走？若愿意随我走的话，现在便走；若是不愿意随我走，那你们便留在此处。就在此刻，许家洛以一种非常不耐烦的语气说道。此刻的他高傲无比，宛如自己就是天降之子，藐视一切。而正是如此骄傲的他，却遭到了楚风的反驳，他自然很是不爽。而在其说完此话之后，他便向这阵法之外行去。见状，罗家的众人更是赶忙跟了过去。恩人，这罗大力看着楚风，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虽然他也惊叹于许家洛修为的暴涨，可是他似乎却更相信楚风所说的话。相信我的话，便劝说那许家洛不要出手，若是耽误了我的事，匪兽一族不杀他，我也会杀他。楚风说道。大力，你还不跟过来？难道你真指望那个小疯子救你？就在此刻，一道呼唤响起，这是罗大力的母亲发出的。恩人，抱歉了，就算死，我也要与家人死在一起。罗大力无可奈何，被楚风深鞠一躬，便向他的家人跑了过去。真是愚蠢啊！看着跟随许家洛而去的罗家众人，楚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随后便盘膝而坐。虽然罗家人很是愚蠢，可是楚风答应过罗大力会救他的家人，自然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楚风准备放手一搏，干脆毫无保留地释放自己的感应力，感应着整个巢穴，试探着巢穴究竟是真是假。就在此刻，罗家的众人已是跟随着许家洛来到了阵法之外。大胆，谁让你们出来的？真是不想活了！当他们来到阵法之外，便立刻遭到了匪兽的围攻。哼，一群妖物也敢在本少爷面前放肆！而可是面对那围攻而来的匪兽，许家洛只是随手一挥，只见一道武力横扫而过，那群围攻而来的匪兽竟然纷纷暴体而亡，连句惨叫都没来得及喊出，便已经惨死于许家洛的手中。有奴隶要逃，有奴隶要逃！许家洛这一出手，则是引来了更多匪兽的围攻，并且前来围攻的匪兽实力更是越来越强。但哪怕再强，只要是天仙境之下，无论多少匪兽都不是他的对手。来多少，这许家洛杀多少，简直就像是踩死蚂蚁一样容易。一时之间，先前还嚣张的匪兽，皆是被许家洛杀得落花流水，竟然面露胆寒之色。看到许家洛大杀四方，罗小凤则是一脸花痴，甚至还不停地看身后的罗大力，那种目光就仿佛在说，让你当初看不起我的家洛哥哥，现在你知道我家洛哥哥的厉害了吧？一群废物，竟然让人族高手混了进来！可忽然之间，一声怒吼自远方炸响，当那声音响起之际，这方天地都是剧烈一颤，而如罗家众人更是感觉耳膜都快要炸裂，被震得脑袋嗡嗡作响。当那声音响起之后，一道身影也是凭空而现，随后落在了许家洛等人的前方。当那道身影之后，莫说罗家众人一脸惊慌，就连许家洛也是目光一变，那位来者自然是匪兽，但那只匪兽的实力却是超出了许家洛的预料，因为那是一位一品真仙。可是许家洛先前明明感应过了，根本没有感应到一品真仙的存在啊！家洛哥哥，怎么回事？怎么有这么厉害的妖兽啊？罗小凤一脸慌张，不仅是罗小凤慌了，罗家的其他人也都慌了，他们现在都跟着许家洛走了出来，明摆着是和许家洛一伙的。若是许家洛斗不过这妖兽，那就不只是许家洛要倒霉，他们所有人也都要跟着倒霉。慌什么？我神功已然大成，今日谁都休想阻我！许家洛说话之间，便大袖摆动，顿时狂暴的武力疯狂一出，将然化作无数只猛兽，主动向那匪兽攻了过去。而那匪兽也是不甘示弱，怒吼一声之后，便施展出强大的武力，一时之间风起云涌，涟漪四射，二者已是站在一处。在二者交战之际，楚风则是在用心的感应整个巢穴。可能是因为许家洛吸引了匪兽注意力的原因，楚风明明已经大张旗鼓地释放出自己的感应力，但却并没有发现楚风所做的事。而楚风一番感应之后，则是越来越喜。虽然始终没有感应到宝藏所在的位置，但是根据楚风的推断，这里应该就是真正的巢穴了。这气息，可是忽然间，楚风又是神色一动，当他将感应力收回之后，因为感应范围缩小，感应力也是变得越发强大。虽然楚风并没有故意感应身在这大阵之内的人，但是楚风还是感应到了两道熟悉的气息。大人，您在这里等我一下。楚风对坐在一旁的楚悠远说道。话罢，还不待楚悠远回话，楚风便赶忙纵身而起，向另一座大阵的角落飞掠而起。眨眼之间，楚风已然落在了一个女子的身旁。这位女子容貌颇佳，在她的面前，罗小凤那样的女子只能算是一般货色。眼下因为许家洛的出手，此处的所有人都是放下了手头的工作，驻足观望，是在寻找机会好逃脱此处。可是唯有这名女子像是没有注意到许家洛一样，依旧专心地搬运着晶石，并且她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弄得浑身上下脏兮兮的，甚至就连衣衫都很洁净，依旧保持着一位修武者所该具备的气质。这样的女子与这种地方简直格格不入。可是此刻的她却做着与其他人一样的工作，那就是搬运晶石。可能是搬运晶石太久的原因，她不仅脸色苍白如纸，更是非常的虚弱。她的灵魂已经遭到了晶石的侵蚀，并且还很严重。可就算这样，这名女子的身上却还背着一名男子，她居然背着一名男子劳作。相比于女子，那名男子更是虚弱，不停地发出喘咳之音，简直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看到这名女子与这名男子，楚风顿时心头一酸，就连眼眸都有些湿润了。因为这两个人楚风认识，他们乃是楚风的恩人，是楚风敬爱的前辈。他们二人乃是殷明朝和子薰衣。想当初，殷明朝、子薰衣、王强、赵红，他们与楚风一同来到这大千上界，却因为遭遇天梯内的诡异漩涡而导致分离走散。楚风被卷入了远海神山之内的世界之中，王强则曾在虚空神树内现身。至于赵红与殷明朝和子薰衣，则始终没有音讯。但楚风觉得
那漩涡有些诡异。既然他与王强都通过那漩涡得到了一些机遇，那么赵红以及殷明朝和紫薰衣夫妇应当也是得到了机遇。可是楚风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再度见到殷明朝和紫薰衣，竟然是在这种地方。在百炼凡界叱咤风云的两位大人物，在大千上界竟然如奴隶一般为这群匪兽劳作着，并且这下场竟是如此的凄惨。前辈，楚风轻声呼唤一声，他的声音很低，甚至有些颤抖，因为此刻楚风非常的心疼殷明朝和紫薰衣，他不仅是声音颤抖，就连心都在颤抖。可是就是这样微弱的呼唤，却是使得那正在劳作的紫薰衣瞬间僵住了。随后他猛然转身，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楚风，真的是你？看到楚风，紫薰衣顿时大喜，赶忙放下手中的晶石，来到了楚风的近前，抓着楚风的手腕，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起楚风，那眼中不仅充满了欣喜，还充满了关切。明明此刻的他已经是如此之惨，可是他却还在关心着楚风过得好不好。看着这样的紫薰衣，楚风心中宛如刀割一般的疼，难受的不行，可却还是强颜欢笑。前辈，是我是楚风。明朝，快醒醒，快看看是谁！在紫薰衣的呼唤下，殷明朝努力地睁开了眼眸，他双眼无神，似乎就连视力都出现了问题。可是当他看到楚风之后，那双眼睛竟然绽放起了别样的光芒。楚风，是楚风吗？薰衣，你是找到了楚风了？殷明朝发出非常虚弱的声音，他居然连嗓音都变了，明明还是中年男子的模样，可是他的声音却沧桑的像是一个快要死去的老人。前辈，是我。楚风赶忙帮着紫薰衣把殷明朝搀扶了下来。楚风不再多言，而是取出疗伤丹药，分别给殷明朝和紫薰衣服下。楚风，真是想不到你也被他们抓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此刻紫薰衣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初看到楚风时的喜悦，反而是被无尽的忧愁所代替。在他看来，楚风应该也是被那群匪兽抓进来的，而他已然身处此处的绝望。想到楚风将陷入与他们一样的境地，他便非常的心疼。毕竟楚风的天赋那般卓越，不该被困死在这种鬼地方。前辈，莫要担心，我没事。只是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楚风一边为殷明朝疗伤，一边对紫薰衣询问。他实在是想不通，明明他王强都有机遇，可是为何殷明朝和紫薰衣的下场却是如此的惨？他想弄明白经过，而紫薰衣岛也是没有隐瞒，开始为楚风讲述起当初来到大千上界之后的事。殷明朝和紫薰衣，他们二人和楚风他们不同，他们二人是同时被卷入了一个地方，那里是一个奇异的山谷，山谷之内天地能量极为浓郁。不仅如此，山谷之内的所有植物以及果实，竟然对修炼都有帮助，简直就是修炼的圣地。只是奈何，当时的殷明朝和紫薰衣并没有意识到，那山谷乃是修炼圣地，还以为整个大千上界皆是如此。一心想要找到楚风等人的他们，并没有在山谷内久留，而是想尽办法离开了山谷。只是当脱离山谷之后，他们却发现，他们进入了一片平原，并且发现没有办法回到那座山谷了。直到那一刻，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大千上界并非处处都如那山谷一般，天地能量充沛到了极致。尽管有些懊悔，可是出于对楚风等人的担心，二人并没有想尽办法去寻找那回到山谷的入口，也没有想着回到那山谷进行修炼，还是毅然而然的踏上了寻找楚风和王强等人的旅程。只是他们走了没多久，就遇到了这群匪兽，被强行抓到了这里。而殷明朝的伤并非被此处的晶石侵蚀所致，而是在当日被抓之际，因为他的反抗而被那群匪兽硬生生的打成了这个样子。若不是紫薰衣苦苦哀求，殷明朝当日就直接被杀了。我没用，若不是我，薰衣也不会向这群畜生下跪。听到这里，殷明朝竟然落下了眼泪。要知道，这可是百炼凡界传说中的人物啊，竟然逼得前辈下跪，这群畜生真是可恶。而此刻，楚风心中的怒火更是如同喷发的火山一般，滚滚翻腾，几乎涌遍了他全身的血液。在楚风看来，殷明朝和紫薰衣绝非是简单的前辈，他们都是自己的恩人。楚风把他们二人当作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姐姐看待，而他们二人来到此处，遭到如此不公的对待，楚风更是绝对不能容忍。两位前辈，是我楚风不好，未能早日找到你们，让你们受苦了。不过从今日开始，我保证没人能再伤害你们。我现在就让这群畜生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楚风看着殷明朝和紫薰衣，以一种立下军令状的语气说出了这番话。楚风，不要冲动，这群畜生的实力很强，你若是惹毛了他们，怕是要大难临头啊！见楚风竟要替他们出头，紫薰衣则是赶忙抓住楚风。尽管他一直相信楚风的天赋绝非常人可比，乃是天才中的天才，可是他在这里这么久，也深知这群匪兽的狠辣与可怕，他并不想让楚风因为他们而冒险。看到这样的紫薰衣，楚风的内心反而更痛了。他知道紫薰衣一定是被这群匪兽折磨怕了，否则也不可能在有人叛逃的时候，大部分人都驻足观望，寻求逃脱的机会。可是他却乖乖的继续劳作着，是因为害怕才这样听话，是因为害怕才不敢反抗。可是要知道，她可不是什么乖乖女，而是见过无数风雨，历经无数磨难，曾在百炼凡界叱咤风云的紫薰衣啊！能够让紫薰衣这等人物变成这样胆小，可想而知她遭受了怎样残酷的折磨与虐待。这群畜生，我定要让他们不得好死！此刻，楚风双拳握得越来越紧，向来沉稳的他，此刻竟然被气得俩的是通红，咬牙切齿，一双怒火滚滚的眼眸之中，更是散发出了浓烈的杀意。楚风杀心、遗弃、宝藏什么的都不值一提，他现在就是要灭掉这群无恶不作的匪兽一族。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惨叫传来，是许家洛。许家洛重重地摔在许家众人身前，不仅浑身是血，
更是身负重创。虽然同为一品天仙，可是他不仅没有扮成仙兵在身，更是没有修炼过仙法，根本就不是那只匪兽的对手。见此一幕，那些原本驻足观望，想要寻求机会逃脱的人，则是赶忙继续捡起脚下的晶石，继续劳作。他们都知道，他们是没机会逃了。对于他们来说，最多就是遭到一些责罚。可是如罗家众人，那可就不只是责罚那么简单了，他们都是要惨死的。这一刻，罗家众人一个个浑身颤抖，满面的惊恐，他们都吓坏了。看着那群匪兽凶神恶煞的目光，他们似乎能够想象得到接下来的下场，死定了。他们都知道，他们死定了。此时此刻，他们后悔不已。早知道就听楚风的劝告，不让那许家洛造反了，至少不造反，他们还能活着。可是现在，他们绝对活不成了，并且还不知道在临死之前会遭受怎样的折磨。畜生们，今日我要你们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可就在这时，一道怒喝忽然自那大阵的方向炸响。定目观望，一道身影已然拔空而起，来到了大阵的上方，是恩人。看到楚风，罗大力顿时面露喜色，他意识到楚风可能终于要出手了。都什么时候了，他还要添乱，这不是找死吗？疯了，真的疯了！他果然是个疯子。可是相比于罗大力，罗家的其他人可就都觉得楚风是真的疯了。连神功大成、修为猛进、踏入一品天仙的许家洛，都不是这群匪兽的对手。这个区区一品五祖的年轻人，简直就是找死！这是绝对的找死啊！又有一个找死的吗？好，今日我就都成全了你们。我倒是要看看还有谁敢要逃。看到楚风，那只一品天仙的匪兽发出了一声冷笑：“给我死！”可就在这时，楚风则再度怒喝一声。而当开口之际，只见一道肉眼可见的武力，如同飓风一般，以胜过雷霆万倍的速度横扫开来。一时之间，风起云涌，狂风大作，强大的力量瞬间便淹没了一切，甚至就连站在阵法之外的罗家众人，也是被这股力量掀翻在地，受了轻伤。天哪，这……而当罗家众人爬起身子，看到眼前的一幕之后，却顿时面若呆鸡的愣在了那里。在他们的眼中，竟然涌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惊恐之色。尤其是罗小凤这位女子，更是被吓得浑身剧烈颤抖，简直就像是见了鬼一般。因为眼下他们肉眼可及的地方，所有建筑都被夷为平地，满地的兵刃，满地的残肢，满地的鲜血。那兵刃是匪兽的兵刃，那残肢是匪兽的残肢，那鲜血是匪兽的鲜血。鲜血之多，已然汇集成河，浓郁的血腥之气冲天而起，那是真正的死亡的气息。死了，先前到处可见的匪兽全部都死了，顷刻之间全部被抹杀，片甲不留。就连那个把许家洛打成重伤的一品天仙，也是惨死其中，连具全尸都没有留下。这一刻，罗小凤等罗家众人不由得回头观望，再度看向楚风，是他干的。罗小凤发出了一声惊恐无比的声音，看着此刻的楚风，罗小凤满面惊恐，她害怕极了。她直到此刻才意识到，原来那个被她所看不起的年轻人，是一个如此可怕的存在。这是真正的杀人如麻，在她的面前，就连那些妖兽也是变得弱小不堪。可是只要想到先前他居然那般嘲讽楚风，甚至羞辱于他，罗小凤便觉得自己真的是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她觉得自己怕是要如那些妖兽一般死在这里了。而此刻，如罗小凤这样想的，还有罗家的其他人，也包括那个躺在地上的许家洛。先前这个自命不凡的天才还看不起楚风，觉得楚风在他眼中就是一个笑话。若不是看在罗大力认识楚风的份上，他早就一巴掌拍死楚风了。可是直到现在，他才知道，原来真正的笑话是他。可是，在旁人或惊讶、或恐慌、或喜悦、或不安的时候，唯有两个人一脸惊叹地望着楚风，眼中除了震惊，便唯有欣喜。这两个人便是殷明朝与子薰衣。尽管他们无法感受到楚风的修为，可是他们却很清楚，这匪兽一族大部分的实力都是真仙境，尤其是先前与许家洛交手的那只匪兽，更是一品天仙。楚风顷刻之间抹杀掉了视线之内所有的匪兽，这足以证明楚风的强横，这更是说明了楚风的实力，至少已是一位天仙。可是他们与楚风分别的时间还不到2年，不到2年的时间内，楚风便从真仙突破到了天仙，这样的速度太过可怕。哪怕早就知道楚风具备妖孽级的天赋，可是如此快的成长速度，还是让他们两个有些措手不及。可同时，他们却也为楚风而感到高兴。薰衣，你先前还在为楚风担心，现在不必担心了吧？楚风这个小子可是从来不说大话的，他要为我们讨回公道，就一定可以做到。哈哈！殷明朝欣喜若狂，原本虚弱无比的他，竟然恢复了不少精神，再度发出豪爽的笑声。看着这样的殷明朝，子薰衣眼中的喜悦则是越来越浓。来到这大千上界，已经快2年的时间了。这2年的时间，他几乎就没见殷明朝这样笑过。大胆人族，竟敢屠戮我族！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就在此刻，一阵怒吼响起，下一刻上百道身影飞落而下，落在大阵之外，以包围之势将楚风围住。这些都是匪兽，全部都是天仙境，而其中为首的那只更是一位3品天仙。因为他们毫不保留地释放出了他们的气息，所以这一刻天地都在颤动，万物恶魔临世一般。那些大阵之内的人们再度面露恐慌之色，哪怕是殷明朝和子薰衣，看着楚风也是满面的担忧。倒不是他们对楚风没有信心，而是那位为首的匪兽实在太强大，他所散发的气息更是让殷明朝等人觉得自己宛如身在地狱一般，连呼吸都觉得很是困难。这样强大的气息让所有人都觉得楚风不是他的对手。一群畜生也敢在我面前叫嚣，全都给我跪下！就在此刻，楚风大喝一声，下一刻楚风的体内便释放出了磅礴的威压。那威压之强，不仅瞬息将那虚空的乌云吹散，
就连那群在场的匪兽也是全部跪在了地上，哪怕是那只3品天仙的匪兽也不例外。不仅仅是大阵周围的匪兽，此时此刻，这整个巢穴内所有残存的匪兽，要么被跪在地上，要么趴在地上，而这一切都是受楚风的威压所致。天哪，楚风这小子的修为到底达到了何种地步？这2年不到的时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啊？眼见着如此强大的匪兽，在楚风的面前，竟然也是不堪一击。殷明朝这位百炼凡界传说级别的人物，竟激动得连身体都在颤抖。可恶，你到底是何来路？你有何目的？此刻，匪兽一族内，那只3品天仙的匪兽艰难地发出了质问的声音：“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都要死！”楚风说话之间，眼中闪过一抹寒意。与此同时，这天地间的威压忽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下一刻，一阵阵撕心裂肺、鬼哭狼嚎般的惨叫便响彻整个匪兽一族的巢穴。尚且活着的所有匪兽，他们都在地上连连翻滚，他们的肉身在渐渐的被撕裂，难以忍受的痛苦蔓延他们的全身，就连灵魂都在被渐渐的粉碎。他们注定要死，只是这个过程实在太过痛苦，让他们无法忍受，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真正的酷刑。你不是为宝藏而来，你到底是谁？你为何一出手便大开杀戒，非要抹杀我族？为什么？你到底是为什么？此刻，那位3品天仙的匪兽也同样在承受着那种肉身被撕裂、灵魂被粉碎的痛苦，可是他却很是不甘心，因为他觉得楚风不是为宝藏而来，否则不会不询问他们宝藏的事，而是一出手就大开杀戒。你问我为什么？听得此话，原本冷漠的楚风反而笑了，只是他笑的却是如此的恐怖，那是充满寒意的笑容。既然你想知道，我就让你死得明白。你匪兽一族今日之所以会灭，只因你们抓了你们不该抓的人。话到此处之际，楚风指向了下方大阵冢的一处，所指之处正是殷明朝与紫薰衣所站立的位置，是他们。当目光聚集到殷明朝和紫薰衣身上之后，莫说旁人惊讶，就连匪兽一族的匪兽们也是感到惊讶。虽说殷明朝和紫薰衣在百炼凡界是站在最巅峰的存在，可是放在大千上界，他们这种修为的人简直就是平平无奇，太过寻常，甚至因为太弱，都根本不会被人正眼多看一下。这样的人怎么会与楚风这样的高手产生关系？可是来不及人们多想，那些匪兽便在阵阵惨叫声中倒在地上，他们的肉身彻底撕裂，灵魂也是被彻底毁灭。在一番折磨之后，他们纷纷死在了楚风的手中。到的最后，只有那只3品天仙的匪兽还活着，可是此刻的他也是非常的惨，站在了将要死去的边缘。你以为你灭了我族，那你真的是想多了。我族传承至今是有你想不到的原因，我们是死了，可是我族不会灭，而你也注定将为你今日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那只3品天仙的匪兽大声的咆哮起来，明明已经将要死去，他竟然还在威胁楚风。可是他话音刚落，只见楚风目光一动，在一声闷响之下，那只3品天仙的匪兽便化作一片血水散落在了地上。这浩瀚的巢穴之内，最后一只匪兽也是死在了楚风的手中。你们都可以走了。将那3品天仙斩杀之后，楚风对下方的众人说道。此刻罗小凤等罗家众人则是一愣，他们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先前所听到的话。他们先前那么说楚风，可是楚风居然没有对付他们的打算，这等凶精，他们简直见所未见。因此他们也非常的怀疑楚风他真的要放过他们。多谢大人救命之恩，多谢大人救命之恩。罗家众人茫然之际，下方大阵中的众人则是纷纷跪在地上，向楚风施以跪拜大礼，以表示感谢。毕竟楚风这可是真的救了他们一命。只是面对众人的跪拜大礼以及感谢的言语，楚风却并没有太多的反应，而是飞落而下，来到了殷明朝和紫薰衣的身旁。楚风，你小子真是出息了，快告诉我，你现在到底是何境界了？楚风落下之后，殷明朝赶忙迎上前去，已然虚弱无比的他，此刻竟然恢复了不少活力。之所以会如此，只因他心情愉悦，精神大好。前辈，我现在乃是4品天仙。对于殷明朝的询问，楚风自然没有隐瞒。我的乖乖，居然已是4品天仙！我若没记错，当初从百炼凡界出来的时候，你这小子只是1品真仙吧？这才2年不到的时间内，你居然突破到了4品天仙！你这成长的速度简直是越来越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哈哈，不愧是我殷明朝的兄弟，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此刻，殷明朝狠狠地拍了一下楚风的肩膀，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因为他很是惊讶，怎能不惊讶？在百炼凡界，真仙境已是修武者的极限，能够踏入真仙境的人，便可以站在百炼凡界修武界的最顶峰。那一道屏障拦住了百炼凡界大多数的修武者，是穷其一生、耗尽一辈子也无法突破的障碍。可是楚风居然能够在2年不到的时间内成长为一名4品天仙，这样的天赋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毕竟对于百炼凡界的人来说，真仙已是遥不可及的梦，就别说天仙境了。前辈，您就别夸我了，您快坐下，我来为您疗伤。楚风搀扶着殷明朝，很是关切地说道。此刻楚风最关心的仍是殷明朝和紫薰衣的身体。楚风啊，他们2人的伤势交给老夫来医治便好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找到此处的宝藏啊！可就在此刻，一道老者的声音忽然响起，是楚悠远。楚风，这位是殷明朝和紫薰衣同时看向了那手持拐杖，连走路都颤颤巍巍的楚悠远。2位前辈，忘记给你们介绍了，这位乃是我在大千上界遇到的前辈，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悠远大人。大人，这2位前辈乃是我在百炼凡界期间，楚风上前对他们进行介绍。殷明朝和紫薰衣，我知道的。可是还不待楚风介绍完，楚悠远便笑了笑，
他居然知道殷明朝和子薰衣。不过仔细想想，这其实并不意外，毕竟楚幽远连楚风的魔兵都知道，想必他是对楚风进行过调查的，所以百炼凡界的其他事情他也知晓，这倒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过最令人意外的是，当楚幽远来到殷明朝和子薰衣近前之后，这位在楚氏天族都有着极高地位的老者，竟然对殷明朝和子薰衣施以义礼，很是感激地说道：“多谢你们在百炼凡界时对楚风的关照，大人，这使不得，使不得呀！”见此情形，殷明朝和子薰衣赶忙上前阻拦，可却又不敢真的靠近楚幽远，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虽然他们在百炼凡界的确皆是1号人物，可是在楚幽远面前，他们仍然是非常的紧张。听楚风和楚幽远的话，他们也都能看得出来，这楚幽远在大千上界绝对不是寻常之辈。在他们看来，楚幽远的实力怕是比现在的楚风还要强大得多。那种实力的存在，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简直宛如神邸，他们怎能不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老夫不客气了，你们2位也不要见外，快快坐下，你们的伤就包在老夫身上了。楚幽远挥手说道：“多谢前辈。”见状，殷明朝和子薰衣倒也不再犹豫，在感激的施以义礼之后，这对夫妻俩便同时盘坐而下。而这一刻，楚幽远也是盘坐而下，只见其大袖一挥，一道结界之力便将殷明朝和子薰衣2人所笼罩。那是结界之力。当看到楚幽远所释放的结界之力后，楚风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一抹吃惊之色，因为楚幽远所释放出的结界之力不仅仅是尊级，更是龙纹级尊级结界之力。原来楚幽远不仅仅是一位尊者境的高手，他也是一位龙纹级尊袍戒灵师。龙纹级尊袍戒灵师，这可是大千上界最强的戒灵师啊！而2品尊者也同样可以说得上是大千上界舍我其谁，了事一切的修武境界。修武境界与戒灵师境界竟然同时达到了大千上界的巅峰。楚风仿佛直到此刻才真正的意识到了这个楚幽远的强大，这也就难怪为何9月神域那等重要的地方会让楚幽远独自一人去看守了。他的确具备这个能力。而当楚幽远这一出手，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是注意到了楚幽远所释放的结界之力非同小可，哪怕殷明朝和子薰衣也是面露惊叹。他们就算再傻，可是单凭感受也能够感受到楚幽远的结界之术有多么强大，这是他们从未见过也从未感受过的力量。一时之间再度确定了楚幽远那大人物的身份。楚风，你应该感受到了吧？楚幽远一边为殷明朝和子薰衣疗伤，一边对楚风问道：“前辈，晚辈已经感受到了，内宝藏其实就在这大阵下方。”楚风指着下方说道：“那就别犹豫了，动手吧。”楚幽远笑着说道。而在其说话之间，楚幽远以及盘坐在地上的殷明朝和子薰衣竟然同时漂浮而起。他们3人不仅来到了虚空之上，更是远离了下方的这2座诡异的大阵。他是在给楚风施展的空间。当楚幽远离开之后，楚风的双手便开始不断变换，与此同时，更是释放出了自己那磅礴的结界之力。结界之力宛如千军万马一般，跟随着楚风的指挥而四下涌动，或交或错，相合相融。楚风他是在布置一座破解大阵。楚风已经断定，匪兽一族的藏宝库便在这大阵的下方。这座大阵向下灌输能量，绝对是有着某种特殊的作用。只是这大阵隐藏的太好了，哪怕楚风也只能发现端倪，却无法看穿一切。所以楚风若想要进入那匪兽一族藏匿宝物的地方，就必须布置这座破解大阵才行。他竟然也是一位尊袍戒灵师，他是什么人啊？竟然有着如此厉害的手段！这一刻，早已是满面震惊的罗小凤发出了一声充满了颤抖之音的惊叹。不仅是他，罗家的许多人也同样如此。他们早已经被楚风的强大所深深震撼，甚至就连一直相信楚风可以解救他们的罗大力，也目若呆鸡的愣在了那里。你们这家人还真是孤陋寡闻，居然连他都不认识。而就在此刻，那自阵法之内，有一位老者来到了罗大力等人的身旁。他是跟随着楚风等人一同被抓进来的老人，有着2品真仙的修为。来时的路上，他一直沉默寡言，但是想不到在这个时候，他反而主动与罗家之人说话了。前辈，我的这位恩人到底是谁啊？见那老者似乎认识楚风，罗大力赶忙上前问道。与此同时，罗家的众人也都向这位老者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他们都非常的想知道楚风究竟是谁，居然拥有如此力量。本来我一直觉得可能只是长得比较相像，毕竟大千上界如此之大，长得相像的人也是非常之多。但是现在来看，绝不是长得像那么简单，真的是他，他可是我大千上界未来的希望啊！老者看着楚风，眼中不仅充满了无尽的期待与憧憬，就连他的声音竟然也是变得非常的兴奋与激动。前辈，他到底是谁啊？罗家等人忍不住催促起来。看来此处还真是一处偏僻之地，大千上界消息如此灵通，可你们居然连楚风的名字都未听过。见罗大力等人似乎真的不认识楚风，老者则表现得很是无奈，毕竟当今大千上界不认识楚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楚风你们没听说过，楚氏天族你总听说过吧？老者说道。楚氏天族当然知道，那可是咱们大千上界的霸主啊，谁会不知道楚氏天族？罗大力说道。那么楚轩辕你们听过说吗？老者问道。楚轩辕当然听说过，他是楚汉仙的儿子，是我大千上界的一代传奇，甚至曾被誉为大千上界最强的男人。提起楚轩辕，罗大力竟显得异常的激动，就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激动起来。而听得此话，那位老者的嘴角则是露出了一抹笑意，随后说道：若是这样的话，那反而倒好办了。这个楚风不仅仅是当今大千上界楚氏天族内最强的小辈，更是楚汉仙的孙儿，楚轩辕的儿子。老者说道。什么？竟是楚轩辕大人的儿子？可是不是相传？听得此话，宛如天雷落下，击中了自己的脑袋。不仅仅是罗大力，在场的罗家众人
皆是感觉自己的脑袋嗡嗡作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先前所听到的话。先不说，在他们看来，那样的人物这一辈子都不会与他们发生交集。况且他们也都听说过，楚轩辕的儿子早就死了呀。不用可是了，楚轩辕的儿子并没有死，并且他就站在你们面前，并且你们先前还羞辱了他。老者说这话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罗小凤等罗家之人。天哪，他竟然是楚风！这一刻，罗大力激动的就像是快要不行了一样，那身体颤抖的幅度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而罗家的众人，尤其是罗小凤和许家洛，更是吓得瘫坐在地，面如死灰。他们直到此刻才意识到他们惹到了怎样的大人物。单单是楚氏天族小辈这个称号，就足以将他们被判死刑，更何况这还是楚氏天族最强的小辈，是楚汉仙与楚轩辕那两位传奇人物的后人。那前辈，那位前辈又是谁啊？罗大力指着虚空之上正在为殷明朝和子勋医疗伤的楚幽远，这位我还真不认识，但既然与楚风同时出现在此处，我想应该是那位了吧。老者说道。哪一位啊？罗大力问道。说出来你也不知道，你只需知道，凭借那位的实力，就算星陨圣地的掌教看到他，也要俯首称臣，叫上一声大人。他虽不是楚氏天族太上长老，但无论身份还是实力，都丝毫不弱于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老者说道。竟然这么厉害，我的老天爷啊，真是想不到，我罗大力有生之年竟能看到这样的大人物，就算是死也值了，我这辈子算是值了。罗大力激动不已，兴奋异常，可他却全然没有注意到，他那身后一群早已被吓瘫的家人们，此时此刻，他们家人的脑海里只在不停地回荡着两个字：完了，完了，完了。他们觉得这下算他们是彻底完了，竟然招惹到了楚氏天族内太上长老级别的人物。这种人物在大千上界是真正可以呼风唤雨，如同神邸一般的存在，一口吐沫都能把他们活活淹死。而就在这时，大阵之内光芒闪烁，符文涌动，楚风的大阵已然成功凝聚而成。楚风所布置的大阵已然将那两座大阵所笼罩，可是却并没有封锁到任何人。诸位，你们是死是活，与我无关。可是我还是要奉劝你们一句，我即将要做的事非常的危险，你们若想活命，那就不要在此观望，还是尽快离开此处吧。楚风说道。听得楚风这样一说，那些还身处于大阵中的众人赶忙纷纷拔空而起，拼了老命的向远处逃窜而去。有的人头也不回，直接逃离此处，可是有的人在远离大阵之后却是停了下来，并且回头观望。他们都想知道楚风是想要做什么。他们已经不那么怕了，毕竟楚幽远的实力不谈，单单是楚风的实力就让他们充满了安全感，所以他们已经不再惧怕匪兽一族，反而更想弄清楚楚风这样的大人物来到此处为的到底是什么。阵起！忽然楚风大喝一声，下一刻隆隆之音不断响起，紧接着在大阵的运转之下，那两座提供能量的阵法不仅被渐渐摧毁，就连下方的大地也开始塌陷崩溃，震破。紧接着楚风又是大喝一声，这一次楚风阵法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先不说那磅礴的气息，单单是阵法所散发出的光芒，便让许多围观之人刺得睁不开双眼。见此情形，罗家众人看到了生还的希望，头也不回的便向巢穴之外行去。你们跑那么快做什么？恩人救了我们，难道你们都不道声谢吗？可是罗大力却是一边追赶一边呵斥起自己的家人。你疯了吗？先前我们那般顶撞于他，待他回过神来，岂会有我等好果子吃？此时不逃，更待何时？罗家人齐声说道。你们也太小看我恩人的气度了，他们若是想杀你们，先前早就在你们顶撞之时出手，又岂会留你们到此时？罗大力说道。听得罗大力这样一说，罗家众人的目光则是有所变化，他们忽然意识到罗大力说的并非没有道理。自古以来，高手动怒都是直接出手，根本没有留着的道理。而楚风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他们动怒，哪怕他们羞辱于楚风，楚风也只是淡淡一笑，根本没有准备收拾他们的意思。莫非楚风这难道如此大度，没有加害他们之心？那样说来，小肚鸡肠的岂不是他们？就在这时，大阵的方向忽然传来一声巨响，人们定目观望，在楚风大阵的催动之下，那两座布满晶石的大阵不仅彻底摧毁，下方的土地更是彻底塌陷，化作了一个无尽的深渊。而眼下，在那的底深处，竟然传来阵阵哀嚎，那哀嚎之恐怖，宛如魔鬼在咆哮，听得人们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并且那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清晰。这说明某种可怕的东西距离他们已是越来越近。此情此景，将在场的许多人都吓坏了，眼见大事不妙，有人转头便跑，都觉得楚风是招惹到了可怕的生物。但仍有不少人留在此处，向楚风所在的方向观望而去。他们都是胆大之人，都想知道那正在自地底深处爬出的家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当然，也有人觉得此刻即将出现的怪物很可能才是楚风来此的目的。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终于一只庞然大物夹带着阵阵怒吼，自地底深处爬了出来。它浑身为暗红色，长得像是章鱼，浑身上下布满了触手。可是它身上的触手较多，竟然有着上万只触手，每一只触手都有100米多长。可是相比于它的身躯，这些触手还是太过短小了一些，因为这只怪物的主要身躯竟然长达10000米有余，这简直就像是一座暗红色的大山，自深渊之中爬了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庞然大物，大到令所有人都是心头一震，哪怕在场之人很多，可是与这庞然大物比起来，却是真正的宛如蚂蚁一般渺小。但是最令人们感到不安的，却并非是这庞然大物的体积，而是这庞然大物的外形，以及庞然大物所散发的气息。这个庞然大物的外形太恐怖了，不仅仅是恐怖，其实更多的是恶心。它就像是没有骨头一般，像是一大滩巨大无比、
却长了无数触手的大肉，缓缓自的底之中爬了出来。而这滩大肉上面，除了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触手之外，居然还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眼睛，非常的恶心。可就是如此恶心的物体，却散发着比楚风还要强大的多的气息。武仙，那只怪物的气息乃是一位武仙，天哪，竟是武仙级别的高手！大家快逃啊！这里到底是大千上界，尽管此处之人普遍修为都不强，但却也有见多识广，曾看到过武仙强者之辈。有人从那庞然大物的气息内分辨出那只怪物乃是一只拥有着武仙境实力的可怕存在。而那位一经开口，人们则是更加慌了。可是最令人慌张的是，当他们发现事情不妙之时，想要逃脱之际，却惊愕地发现他们已经无法逃脱了，因为那庞然大物的威压已经释放而出，覆盖了整个巢穴，所有人的限制都被他所束缚，所有人都如同石化了一般，被定在了虚空之上，一动都不能动，就更别说逃脱了。大胆人族，不乖乖地做本皇奴隶，竟敢打扰本皇休息，你可真是该死啊！忽然，那庞然大物开口了，他的声音非常的浑厚有力，宛如钟声一般，但同时他的声音也非常的诡异，也非常的恐怖，单单是听到声音便会令人不寒而栗。这是真正的怪物，是真正的魔鬼，正常的妖兽都不会发出如此恐怖的声音。看来宝库现身了，楚风，老夫为你打开入口，你进入其中一探究竟。就在此刻，楚悠远说道。当那怪物现身之后，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坏了，可唯有楚悠远与楚风二人一脸的高兴。你说什么？听得楚悠远的话后，那庞然大物将目光投向了楚悠远，同时散发出了怒意以及杀气。楚悠远的话显然是激怒了这只怪物，老夫要在你的身上打开一道口子。楚悠远说道。真是放肆，区区尊袍界灵师，还真以为你能与本皇抗衡不成？本皇这就让你知道，你在本皇面前有多么都不款。以及那庞然大物的声音之中充满了傲气，就仿佛他真的是一代帝皇，高高在上，藐视一切生灵。然而这只庞然大物却也绝非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当其此话落下之际，他的身上便产生了变化。与此同时，这方天地都被他的杀意所笼罩，那股强大的气息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仿佛对方一个念头，这方天地都会破灭，所有人都将葬身其中。这一刻，不明真相之人忍不住在心中咒骂起来：这个老头是不是有病？招惹这只怪物干嘛？这下好了，不单单他要死，我们都要死。可就在这一刻，楚悠远则是淡淡一笑，随后伸出手掌，手掌如刃，隔着虚空对着那庞然大物轻轻一挥。下一刻，绿色的鲜血如同岩浆一般喷发而出，那庞然大物的身上竟然真的被硬生生切开了一道口子。这一刻，那庞然大物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与此同时，巨大的身躯在地上连连翻滚，连大地都在剧烈的颤动，宛如地震了一般。见此一幕，众人皆是一愣，尤其那些在心中暗骂楚悠远之人，更是吓得龇牙咧嘴。如此怪物，那老者连兵刃都不用，只是随意挥手，便在那怪物身上留下了那样触目惊心的切口。这还是人吗？而此刻，那怪物也是意识到了不妙，他发出一声哀嚎，便翻动身躯，竟然要向深渊而跑，是想要逃跑。既然抓到了你，又岂能继续让你祸害人间？今日就死在此处吧！楚悠远说话间，手掌下落，隔着虚空轻轻一拍，此掌一落，顿时天的摇晃，无形的力量却掀起了巨大的波动，宛如这方大地都要毁灭。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那庞然大物原本饱满的身躯竟然被拍扁了一般，绿色的血液四下喷发，其身下的大地更是瞬间塌陷，化作一座巨大无比的深坑。而此刻，倒卧在深坑深处的庞然大物则是一动不动，他竟被楚悠远这轻描淡写的一掌给活生生的拍死了。这也太厉害了吧！竟然隔着虚空随便摆一摆手，就将这样恐怖的怪物给拍死了。天哪，这等力量简直毁天灭地，莫非是尊者不成？那庞然大物一死，人们则是恢复自由之身，可却并没有人离开，反而依然站在原地。只不过他们看向楚悠远的目光却是彻底变化了。直到此刻，他们才真正的意识到了楚悠远的强大。原来这个连走路都颤颤巍巍的老者，根本就不是龙纹级尊袍界灵师那么简单，他还是一位尊者境的强者。尊者境啊，那可是大千上界最强的境界，尊者境对于人们的冲击，可远龙纹级尊袍界灵师可以比拟的。所以当意识到楚悠远很可能是一位尊者后，人们看向楚悠远的目光则变得更加的敬畏。楚风，去吧，不过也要小心行事，若有不测，立刻出来。楚悠远对楚风说道。晚辈明白。楚风则是对着楚悠远抱了抱拳，随后便身形移动，化作一道流光，钻入了那庞然大物的体内。那庞然大物的体内满是绿色的血液，不仅很脏，更是发出难以忍受的恶臭，恶心至极。不过好在楚风是界灵师，当楚风运用结界之术护阵周身，不仅不会被那绿色的血液沾染于身，更是阻隔掉那恶心的气味。楚风钻入这怪物的体内之后，便直奔这怪物的腹部，因为感应力告诉楚风，那宝藏应该就在这怪物的腹中。可是当楚风抵达腹部之后，竟发现这庞然大物的腹中有许多尚未孵化的妖兽，最重要的是，这些妖兽明明还在胎盘之中，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修为。这些妖兽正是匪兽一族。搞了半天，匪兽一族是由这个怪物所孵化而出的。不，所谓匪兽一族不过是傀儡而已，是这个怪物的傀儡。原来这个怪物才是罪魁祸首。看着这腹中成千上万的匪兽卵，楚风忍不住感叹，怪不得匪兽一族所居住的地方乃是巢穴。本女王之前还在想，明明是一群妖兽，要住也应该是住山洞的地方，怎么弄个巢穴出来？搞了半天，这巢穴真正的主人是一条恶心的大虫子，怪不得那只三品天仙的妖兽临死之前会说那般嚣张的话。
原来他是知道他们不会灭族，因为只要这条大虫子还活着，他们匪兽一族就还会再现。哈哈，真是想不到匪兽一族能够延续至今，是因为有一条不断孵化他们的大虫子啊！女王大人仔细回想一番后，竟然发出咯咯的笑声。她觉得很好笑，因为那只三品天仙一定想不到，现在就连他们的母体也都死了。这延续了数年的匪兽一族，葬送在了楚风和楚悠远的手中。蛋蛋，那个应该便是了。忽然，楚风指着前方的一个光圈说道：“那个光圈位于这怪物腹部的最中心区域，大概有10米的体积，为椭圆形，看着似是一个物体，可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结界门。”楚风说话间，身形一纵，便进入了那界门内。下一刻，楚风发现他居然进入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之中。这里很大，是一个足以容纳数十万人的地方。可是这里却并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活动，因为这里被塞得满满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宝贝，有炼丹用的，有炼器用的，有随身携带的，也有纯粹装饰用的。总之，各种各样的宝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真不知道匪兽一族这么多年是杀害了多少人，才抢夺了这么多宝物。楚风估算了一下，单单是此处的仙兵，竟然都有着5000多把，而半成仙兵更是有着10几万把之多。虽然大多都是品质一般，可是这样的数量却也是令人感到惊叹。毕竟仙兵都是如此之多，其他类型的宝物就更是多了。只是可惜，此处的宝物大部分是数量多，但是品质好的却是非常非常的少。简而言之，此处宝物虽多，但能够对现在的楚风有用的却很少。虽然少，但却并非没有。至少此处还有一只手镯，吸引了楚风。这里面的宝物大多都是随便堆积在一起的，哪怕是那些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仙兵也是如此。可唯有一件宝物不一样，那便是那只手镯。这只手镯被放在了这个宝库的中心区域，放在一个水晶架子之上，似是为了彰显它的尊贵。就连其他宝物距离它的距离也是非常的远。只不过这只手镯的待遇虽高，可是看上去可并不像是什么至宝。从它的品质来看，它更像是一只铜镯。只不过唯一不同的是，这个通州上面刻满了复杂的纹路，那是字体，又像是结界符咒。若是乍一看没什么，可若是仔细观看起来，那纹路竟然能够传达给人一种感觉，那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古老气息，至尊护腕。可是这怎么是手镯啊？看到这只手镯之后，女王大人感到很是诧异。在此处应当享受如此待遇的宝贝，应该是至尊护腕才对。可是这明明是只手镯呀，可能传闻和实际上有差别吧，但一定就是它了，这不会错。楚风说话间，便将这个手镯自水晶台上拿下，并且套在了自己右手的手腕之上。这个手镯戴在手腕上之后，楚风便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自己的全身，随后进于楚风的灵魂相融。这一刻，那手镯上的纹路也是散发出蓝色的光华，但是很快那蓝色的光华便消失了，而楚风身上那种特殊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是他吗？真的是至尊护腕？女王大人仍然有些怀疑，到底是不是？试试便知道了。楚风说话间，便随手拿起了这宝库内的一把斧头。这斧头可不是寻常的斧头，那可是一件仙兵。虽然这仙兵的品质很是寻常，可却也是真正的仙兵，除非拥有5仙的修为，否则正常来说根本无法催动于他。而事实上，当楚风用他的左手握着这把仙兵的时候，也的确无法催动这仙兵的力量，甚至当他催动的时候，还感受到了仙兵排斥的力量。这股力量非常的强，就好像在提醒楚风，楚风不配使用它一般。可是当楚风将这把仙兵转换到自己的右手，再度催动之后，楚风右手手腕的铜镯便开始闪烁出蓝色的光华，准确来说是那手镯上面的符文在散发着蓝色的光华。楚风能感受到手镯内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与其手中的仙兵交融。猛然间，这宝库都是剧烈的一颤，一股强大的力量自那斧头之中释放而出。这一刻，楚风的战力竟然得到了提升，明明是4品天仙的他，却拥有了逆战1品的战力。现在的他已是能够与5品天仙抗衡，竟然真的是至尊护腕，捡到宝贝了，这可真是捡到宝贝了！哈哈，楚风啊，楚风，你的那顿打没有白挨，你的戏也没有白演，捡到这样一个宝贝，这次真的是赚大发了呀！女王大人欣喜若狂，笑的那叫一个甜美。唯一可惜的是，只能催动仙兵的力量，却无法让仙兵认主。看来想让仙兵认主，还是要自身的实力足够才行。楚风说道：“无所谓，能使用他的力量便可以了。对了，楚风，这寻常的仙兵已是如此，那么品质上佳的仙兵又会有怎样的威力？”女王大人问道。我的蛋蛋，咱们想到一块去了，我这就试试。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在这宝库之内寻找了一件品质还算不错的仙兵。只是这一试，楚风却是有些郁闷了。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仙兵，楚风根本无法催动。之后，楚风又换了几件仙兵，甚至把自己乾坤袋内那收藏的品质极佳的仙兵也拿出来试了一试。可是最终的结果却让楚风有些失望。这至尊护腕的确可以让楚风在天仙境的修为催动仙兵，而那仙兵也的确可以释放出逆战1品的战力。只是可惜，可以催动的只有寻常的仙兵，品质稍微好一点的都无法催动，就更别说如剑道仙弓和黑焰鬼剑这种堪称仙兵之王的兵刃了。没关系，能够催动寻常仙兵，获得逆战1品战力已是足够。见楚风有些沮丧，女王大人不由得安抚道：“这至尊护腕已是名不虚传，得此宝物的确不虚此行。”楚风说完话间，便又取出一个乾坤袋，将此处的宝物全部收入了乾坤袋之内。尽管这些宝物对楚风来说并无大用，可是却也是价值不菲，楚风自然要收起来。莫说变卖的话，可以卖个不错的价钱，就算赠与友人也是不错的选择。而当楚风将此处的宝物尽数收起之后，他又仔细看了看，
当确定宝库内当真没有其他宝物之后，这才离开了这座宝库。可是当楚风离开宝库之后，却发现那宝库的入口开始变化，它开始缩小，竟然化作了一个椭圆形的石头。可是这个椭圆形的石头却很不简单，楚风将它握在手中，竟然感受到了整个巢穴的力量。我的女王大人，我似乎又捡到宝贝了。楚风看着手中的椭圆形石头说道：什么宝贝？这个宝库所化作的石头吗？女王大人问道。这个石头并不只是可以存放宝物这么简单，它还可以操控这个巢穴。楚风说道。这个巢穴吗？那还真是一件宝贝。听得此话，女王大人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这个巢穴是保护匪兽一族的真正所在，它的隐蔽性之强，就连楚幽远那种境界的高手也无法感应到。它虽然不具备多么强的攻击性，可是它却是绝对的避难所。有了这样一件宝物，以后就算有人追杀楚风，怕是也很难抓到楚风的踪影了。随后，楚风又在这只怪物的体内仔细观察了一番，当确定这怪物体内并没有其他宝贝之后，楚风便离开了这个宝库。而当楚风走出来的时候，发现楚幽远、殷明朝以及紫薰衣就站在那个怪物的上方。前辈，你们的伤势？楚风赶忙走上前去，看着殷明朝和紫薰衣，此刻那面色红润的脸庞，楚风便猜测他们二人的伤势应该已经楚幽远治好了。楚风，拜这位大人所赐，我们已经无碍了，不要再为我们担心。殷明朝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充满了感激，因为他清楚，若不是因为楚风的关系，楚幽远这种高手可是不会管他的。毕竟他这样的修为，在大千上界来说，简直太弱了。大人，多谢了。楚风对楚幽远说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小子再这样，老夫可就不高兴了。楚幽远笑着说道。而此刻，楚风也是笑了。怎么样，收获如何？楚幽远问道。宝物很多，不过最珍贵的莫过于这个。楚风抬起了自己的右手，这是至尊护腕。楚幽远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也是因为楚风手腕上戴着的明明是一个手镯。大人，已经试过了，的确是至尊护腕。楚风说道。好啊，你小子果然是有大气运者，丢失这么多年的宝物，竟然都被你得到了。楚幽远很是高兴。大人，这护腕对我有用，晚辈就自己做主将它留下了。这是宝库内的其他宝物，请大人收下。楚风说话间，将一个乾坤袋取了出来，这个乾坤袋里面装着的全部是他从那个宝库内所收取的宝物。留着吧，留着吧，这东西对我没用。楚幽远摆手说道。见状，楚风倒也没有再与楚幽远客气，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没有大用，对于楚幽远来说就更没用了。恩人在上，恩人在上。而就在这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是罗大力。不仅是罗大力，罗家的众人也是飞掠而来，并且在靠近之后便飞落而下，且跪在了地上，对楚风磕头作揖，施以大礼。罗大力还好，他乃是一脸的感激，可是罗家众人则是一脸的慌张与紧张。我答应过会救你的家人，我没食言吧？楚风笑着问道。恩人一诺千金，我罗大力感激不尽。罗大力很是感激的说道。起来吧，起来吧，别客气了。楚风手臂一扬，一股柔和的力量将罗大力以及罗家的众人全部搀扶了起来。此刻，罗小凤等罗家众人皆是一愣，他们没想到楚风会将他们搀扶起来。随后彼此互看一眼之后，齐声说道：大人，先前我等有眼无珠，求大人惩罚。惩罚？楚风淡淡一笑，随后说道：我是来救你们的，可不是来罚你们的。听得此话，罗小凤等人则是脸色涨红。原来楚风真的是如此的大度，而如此大度的楚风更是彰显出了他们的小肚鸡肠，让他们愧疚难当。话罢，楚风摆了摆手说道：道谢的话就不必说了，都离开此处吧，若是再不离开，你们怕是要一直被困在这里了。听得楚风此话，众人似乎意识到了不对劲，但却也是在纷纷道谢之后才转身离去。当所有人都离开之后，楚风才与楚幽远以及殷明朝、紫薰衣二人离开此处。当走出这个巢穴之后，楚风握紧手中的那块椭圆形石头，顿时光芒闪烁，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众人的后方。那的确是一个巢穴样的物体，有小山一般巨大。而紧接着，楚风意念一动，那石头光芒闪烁，那巢穴竟然开始缩小，最终巨大如山峰一般的庞然大物竟然化作了指甲大小的光芒体。而刚好那椭圆形的石头上面有一个缺口，那个缺口刚好可以放置被缩小后的巢穴，二者合而为一，原来本就是一体。楚风，你竟然得到了这个巢穴操纵之法。见到这一幕，楚幽远也是面露喜色，他深知这巢穴的利奥的，深知可以说这个巢穴的价值丝毫不弱于楚风的至尊护腕，这可谓是意外的收获啊。其实这个东西就在那只大虫子的肚子里，而那些匪兽一族其实也只是那只大虫子孵化出来的傀儡罢了。楚风说道。果不其然，难怪匪兽一族那般忠心，竟然都是那个丑陋的怪物所孵化出来的孩子。楚幽远感叹道。而听得楚幽远这样一说，楚风反而倒有些同情那些匪兽一族了。傀儡和孩子完全是两个概念。楚风说那些匪兽一族是傀儡，是因为楚风知道那虫子根本不在乎匪兽一族的死活，只是在利用他们，帮助自己抓奴隶，好用大阵给自己灌输力量罢了。可是匪兽一族的确是那只虫子孵化而出，因此说他们是那虫子的孩子也完全说得通。只不过若是用孩子的角度来看，匪兽一族便太过可悲了一些。什么人，滚出来！忽然楚风回过头去看向丛林的远方。楚风大人，莫要动手，老夫并无恶意，并无恶意啊！就在此刻，一个老者慌慌张张的自远处的丛林中钻了出来。这位老者正是先前在那巢穴之内向罗家众人说明楚风身份的那位老者。有事吗？楚风问道。楚风大人，若是老夫没有猜错，这位便是楚氏天族的那位楚幽远大人吧？那位老者看着楚幽远问道。正是，
你是如何得知？楚风问道。楚幽远与其他楚氏天族的高手不同，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也许大千上界的人们都认识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可是却应当少有人认识楚幽远才是。老夫是猜测的，因为当初传闻你死在了楚氏天族之内，而紧接着便有传闻楚氏天族的楚幽远大人消失了。自那之后，整个大千上界便是谣言四起，大部分人都相信了楚氏天族的话，说你是一个卑鄙小人，为了私吞宝藏，暗算楚若诗等人，结果却在私吞宝藏的过程中遭到反噬，而葬送于9月神域之内。但也一小部分人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因为你之前在大千上界的所作所为，皆是彰显出了你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如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了一点宝藏而做出那种卑鄙之事？所以就有了许多猜测，猜测是楚氏天族对于当年你父亲所做之事怀恨于心，所以想要铲除你，故而编造了这样的谎言。而楚幽远大人是要保护你，所以才被楚氏天族一同铲除了。老夫刚好是相信楚风大人你人品的那个，所以当认出你之后，老夫便觉得这位就多半是那位与你一同消失的楚幽远大人了。那位老者说道。你是说楚氏天族现在在污蔑楚风？楚幽远问道。回大人，的确是这样的，并且这段时间他们施展了不少手段，还伪造了不少证据，导致现在大千上界上的许多人都信以为真，都认定楚风大人他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之前的重情重义都是伪装出来的。现在许多不明真相的愚钝之辈，只要提及楚风这2个字，便皆是讽刺与唾弃之言语。这位大人，您一定要出面，还楚风大人一个公道啊！那位老者话到此处，竟然跪在了楚幽远面前。